好，各位同學，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一個叫做 impulse response 跟 convolution。那這個 impulse response I 跟 R， 好，就是 FIR 的 I 跟 R。那 impulse 呢，我們就翻為脈衝 ；response 呢，就是翻為響應。那 convolution 呢，有人翻折積，也有人翻捲積。好，沒有關係，反正它就是 convolution。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到底是在講什麼。那在一開始呢，好，在講 impulse response 之前呢，我們必須先介紹一個特別的函數。好，我們就稱它為 unit impulse， 單位脈衝。好，單位脈衝。delta of n。那 delta of n 在數位的世界裡面是很簡單的，它就是一個要麼1，要麼0的一個函數。好，在 n 等於0的時候，它就是等於1。那 n 不等於0的時候呢，它就等於0。單位脈衝在0的那個時間點突然有一個脈衝出來，這叫單位脈衝。那它如果畫成這個函數，就畫成圖形就很簡單了。它就是在0這個時間點呢，有一個1這個強度的脈衝。那接下來呢，它都沒有訊號，這個就叫單位脈衝。那如果是 delta n 減3呢？好，我們現在這個叫做 delta n。那如果我們今天要畫一個東西叫 delta n 減3的話，那其實也是一樣啊。當括號內的數字為0的時候，它就為1，也就是 n 等於3的時候，這項會為1。所以你畫成圖啊，也是很簡單呢。好，畫圖也是很簡單。你要畫 delta n 減3，它就是在3的這個位置有1這個強度，這個就是 delta n 減3。所以一個數位訊號因為 delta 是一個這樣子一個數據點嘛，所以數位訊號事實上你都可以用這個 unit impulse 來表達。unit impulse 來表達。比如說我們之前的這個範例一開始這個3點平均濾波器的範例它是這樣子在0這個時間點有2，然後呢4、6、4、2、0。2、4、6，好，這是之前的範例嘛？那你要把它寫成這個圖形，這個數據點寫成公式，其實就很簡單了，它就等於 delta of n， 在0這邊有一個 delta of n 嘛，在0的時間點有一個訊號，但它的強度是2，在1這個時間點有4這個強度。在2這個時間點呢，有6這個強度。3這個時間點呢，有4這個強度。4這個時間點呢，有2這個強度。所以你就有辦法把數位訊號都寫成是一個公式的形式。好，只要靠這個 unit impulse 的形式來完成。OK， 好，那現在我們要講這個 impulse response 咯。
我們要用 impulse response 咯。我們是一個3點平均濾波器 y of n， 那我們是一個 real time 的 system s of n 加上 s of n 減1加上 s of n 減2。好，因為我們只會用過去的值，好，所以這是一個，好，這是一個 real time 的系統，或者呢，我們在讯号系統裡面也有另外一個名詞哦，我們叫它是一個 causal 的系統，好 ，causal system。那 causal 呢，好，你翻成中文呢叫因果。對於這樣的系統呢，我們叫它是一個 real time 或者是一個 causal 的系統，就是說它只用過去的值來運算的這種計算呢，它就叫做一個 causal 的 system 或者是 real time 的 system。那你要求得它的 impulse response， 很簡單啊 ，impulse response 它的名字就已經告訴你了，它是 impulse。把 impulse 打到你的系統裡面去，然後看看你的系統的反應是如何。也就是說，我就是要把，好，我有一個系統，好，我想要測試這個 FIR， 我想要測試這個 FIR。我就是把一個 impulse 打進去，看看你的反應是什麼。這個東西呢，就叫做 impulse response。那 impulse response 我們給它一個特別的符號叫做 h of n。好 ，h of n 呢，就是 impulse response。好 ，impulse response。就我把 delta n 打進去你的系統，你的输出是什麼？就叫做 impulse 的 response。所以把 s of n 呢等於 delta of n 帶進去 ，h of n 它就等於把 delta n 帶進去嘛，1/3的這個 delta of n 加上 delta of n 帶進去嘛，好 ，n 減1 ，s of n 減1就等於 delta n 減1嘛，1/3的 delta n 減1，n 減2帶進去，加上1/3的 delta n 減2，對不對？那這個東西呢，我們就叫它是 impulse response。那這個其中 h of 0等於 n 代0 delta of 0等於1，等於1/3。n 代0 delta of -1沒有東西 ，n 代0 delta of -2沒有東西，所以 h of 0呢其實是1/3，h of 1呢，同理只有這項有東西，就是1/3。h of 2呢，只有這項有東西，所以 h of 2呢是等於1/3，所以你可以寫成這個形式，你也可以寫成這一個形式。好，這樣的形式沒有特別注明的時候呢，這個就是從0開始，0、1、2。那如果我們畫成一個圖形，如果我們畫成一個圖形，它就是 impulse 丟進來以後有反應，出現3個 impulse， 然後呢，強度各是1/3，對不對？那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啊 ？h of n 3個1/3
那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BK 啊，好，跟我們之前講的這個 BK 啊，它不是異曲同工之妙嗎？BK 是 FIR filter 的參數 ，impulse response 呢是什麼？是 impulse 丟進去給你的反應。可是這兩個東西竟然一模一樣，對嗎？對於3點平均濾波器來講，它的 BK 就是1/3、1/3、1/3。好，对于3點平均濾波器來講，它的 BK 就是1/3、1/3、1/3。那 H of n 也是1/3、1/3、1/3。那我發現，其實 BK 跟 H of k 根本就是同一個東西，也就是 impulse response 其實還蠻厲害的。怎麼說？你一個黑盒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東西，但是我打一個 impulse 進去你裡面之後怎麼樣？我竟然可以知道你裡面是怎麼運算的，我知道你裡面是3個1/3的運算。好，所以這就是 impulse response 它特別的地方。那其中呢，這個 BK 呢，就等於 H of k。所以 BK 等於 H of k。我們寫出 FIR filter 的通式，yn 等於k 等於0到 m bk h n 減 k， 對不對？那這個東西是 real time 的 case。那如果我們要寫的更通式一點 ，more generally， 好，就是更通式一點，其實就是 y of n 等於 summation k 對於所有的 k 做 summation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也就是我可以有負的，好，那這個當然就不是 real time 了，就是有負到有正，那它等於 bk s n 減 k，OK， 那 BK 又等於 H of k 啊 ，impulse response 很厲害啊，它把 BK 都讀出來了，那所以它其實就等於 H of k 乘上 S of n 減 k，OK， 就是我們從 FIR filter 的通式變成是我把 impulse response 帶進來，那這個東西好，剛剛好就是我們數學運算裡面的一個特殊的運算方式呢，我們稱呼它為 convolution。好，我們稱呼它為 convolution， 就是我們講的折積或者是捲積等等。而且我們數學呢，數學上對於它來講呢，我們有一個特殊的符號，它呢就等於h of n 對上 s of n 的 convolution。那在我們讯號與系統的整門課程裡面，你一直會看到這個運算。為什麼？因為它代表了輸出跟輸入之間的關係耶。訊號的輸出等於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跟訊號來做 convolution。一個很簡單的式子就可以來描述我們整個訊號的輸出跟輸入之間的關係。好，所以 convolution 呢，它可以用來做描述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那當然，它呢，好，這個關係呢，它是只能用在這個所謂的
LTI 系統。好，這個就是下一個 lecture 要講的東西。好 ，LTI system。那現在還不懂沒有關係。好，那我先寫下來。LTI 呢就是 linear time invariant。好，线性且非时变的。variant 就是会变化嘛 ，invariant 就是不會變化的。time invariant 不會隨着時間變化的。linear time invariant 線性的且不會隨着時間變化的。線性且非时变的系統，你就可以用 convolution 的這個運算來完成。那 convolution 的公式就在這裡。那其實用 FIR filter 的公式呢，可以很容易的想象 ，bk 等於 hk， 在 FIR 的例子裡面 ，bk 呢，它就等於 hk。最後呢，我們來練習一個例子啊。好，如果我們有一個系統呢，它的 impulse response 是 h of n 等於 delta of n 減掉 delta of n 減1。加上2倍的 delta n 減2，減掉 delta n 減3，加上 delta n 減4。好，就是我們的這個的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是這個。那我們的訊號呢？好，我們的訊號是這個 un。好，就是我們的 unit step 的訊號。單位的步階訊號。好，那它是什麼？我等一下會講。好，我們來做計算嘛。那我們先把公式寫出來。我們把這個訊號輸入到這個系統裡面。系統是 impulse response 嘛？我們有單位步階的訊號，我們要把它輸入這樣的系統裡面，看看它的反應是什麼。那 y 呢 ？n 等於 summation 的 k 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好 h of k s of n 減 k， 好，這個是 convolution 的公式。那我們來計算一下。我們是 n 呢？好，時間 n 呢？好，其實我們的單位步階就是它是一個1的訊號，它從時間等於大於0之後呢，它一直會維持1，像一個 step 一樣。好，那我們沒關係，我們從負1開始計算，然後時間0、時間1、時間2、時間3、時間4。時間5，好，這樣的計算。那我們的這個 s of n 呢？好 ，s of n 的這個訊號呢，它是單位步階嘛，所以它其實是長這樣：時間小於0的時候，它都是0；時間大於等於0的時候呢，就是一直維持在1。好，這是單位步階訊號。那我們的 h of n 呢？好，我們的 h of n 呢？好，它是时间0的時候。是1，
那時間負1的時候沒有，時間是1的時候它是負1，時間是2的時候它是2，時間是3的時候它是負1，時間是4的時候它是1，時間是5的時候它是0。好了，我們要做 convolution 的計算是根據這個公式。好，根據這個公式。好，那這個公式是什麼？就是 hk 乘上 s of n 減 k 嘛。那 h 只有幾有值 ？h 只有從 h of 0的時候才有值嘛。好，所以我們就是好 k 代0 h of 0乘上 s of k 代0嘛 n 減0。好，然後呢，加上加上它1、2、3、4都有值嘛，所以 h of 1。好 ，h of 2，h of 2有值嘛，对不对？好，就是這個，好，就是乘上 s of n 減2，3有值 ，h of 3，h of 4，好，4也有值。那最後一格呢，就剛好是我們的 y。y 呢，就是這些東西加起來嘛，所以就是這些項目，好，這些項目加起來。那 h of 0，好 ，h of 0呢，它就等於什麼？h of 0是這一項嘛，它等於1，好，1乘上 s of n，1乘，好就乘上去嘛，1乘0。好，1乘0等於1。好，那1乘這個，好，所以就是 s of n， 因為它是1嘛，所以就是 s of n， 也就是固定。那 s of 1的時 h of 1的時候 ，n 代1嘛，它是負1，乘上 s of n 減1，s of n 減1，s of n 是這一項。s of n 減1呢，它就是往右邊位移一格，好，往右邊位移一格，也就是說它等於 h， 這是等於負1嘛，也就是說這一整個訊號往右邊位移一格，所以前面2個是沒有訊號的，對不對？它往右邊位移一格，啊，負1，好 ，h of 1是負1嘛，所以就是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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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1。那 h of 2乘上 s of n 減2，s of n 減2呢，就是位移2格，那就是前面3個值都沒有資訊。那 h of 2呢是怎麼樣？是2，所以就是2。好，其實它只是一個加減乘除啊。好，那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好。那 n 減3呢，就是位移3格0。那這是負1，哈，負1，負1，負1。那位移4格，那 h of 4是1。那最後呢，是把這些資料加起來，
0 1 0，好，從這邊加過來呢是2，然後從這邊加過來呢是1，然後呢從這邊加過來呢是2 ，OK， 所以這時候你就求得 y of n 了。y of n 是多少？就是你知道系統的脈冲響應，你知道你的訊號，那你自然可以用這個公式來算出來。那你會發現說，這個計算的過程其實是非常的公式化。好，那當然用我們人來做其實很痛苦，可是你其實如果用電腦來做，它很喜歡這個動作。你用電腦來做這個動作很簡單，所以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公式，我們就可以寫成一個程式來跑這個運算。那這裡的話是我們自己嘗試看看，所謂 convolution 是什麼？好，基本上它就是這個公式。好，就是把這個 impulse response 呢跟這個我們的這個訊號呢做 convolution 起來就可以了。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convolution 的範例。那我們的這個 convolution 跟這個 impulse response 就上到這邊。